到了哈佛的俱乐部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其中一个在纽约最 recognizable 的 institution，所以我会走进去喝杯茶，做几个交易。来，我们跑进去看一下。所以这个就是哈佛俱乐部的里面的 building 了哈，比较窄，因为这个是纽约，全部 building 是比较高。这带你们跑下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有9层呢，它又有 gym 有那些这样的东西。不过当然有一些地方真的给不到你看，因为以前有一些 president 总统在这边就做过约会啊、meetings 啊、重要的生意的 discussion 啊。整个 building 都是红色的，这个就是哈佛的俱乐部。所以我现在在哈佛的俱乐部里面，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问的就是，如果我要去做一个好的交易员，我需不需要像一个哈佛的一个学生这样聪明，一定要练书，一定要好，一定要去到最好的学校？其实坦白跟你讲，不需要，因为什么呢？到头来做一个好的交易员或者做一个好的投资者，不是只是讲很厉害练书，你就会投资到很好，拿到很好的利润。我坦白跟你讲，其实在未来趋势，我们有很多会员，他们的回酬更好过很多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，尤其是他们在 Wall Street 的银行那边做，他们一年有可能回酬如果好的一年6、7、8、10%。OK。不过在未来趋势，我们已经有很多学生已经超过10%了，所以到底有什么分别呢？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讲，因为他们是管理人家的钱啊，那个不是他的钱啊，他只是要赢过 S&P 500啦。我坦白跟你讲，到头来我发觉到一个东西，交易跟投资，第一个东西最重要就是要练习，练习到你有经验为止。有经验，你一看那个技术图表，你一看那个新闻，你就懂要怎样去做了。所以你不要只是死在那边讲，我一定要练新的策略，我一定要去学新的策略，不一定。到头来你一定要练习。在哈佛的俱乐部里面看着市场，看有什么机会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书馆里面比较安静，所以不可以太大声。不过我可以给你看一下，等一下我跑下这个哈佛的俱乐部，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是怎样的。所以大多数人来到这里都是可能是哈佛里面的学生已经毕业了 ，OK， 或者有一些人他们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，他们就会进来看看一下。OK， 这个是蛮漂亮的地方，给你看一下。This is a bus for Teddy Roosevelt。 所以很多人问，如果交易要成功，有几个东西要做的就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在未来趋势，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程式。第30天，第一个东西你需要做的就是 focus 在了解那个平台，了解那个产品。所以我们讲，你只是头30天只是开单开 trade， 不管你赚钱亏钱，你不要管那钱，最重要就是要了解那个平台怎样用，了解新闻，了解技术图表，了解那个蜡烛，了解那个产品。第30天，第20-30天就是第2个月，这样你就可能可以记录你的 trading journal， 去记录出来到底你的成绩是怎样，可能你几多个 win rate， 几多 ROI， 几多的回酬，可以开始记录 ，OK。然后第3个月，这个就是很重要了。你就要 focus 在利润那边了，回酬那边了。你要开始算，你每一个星期你的回酬是几多，你每一个月你的回酬是几多。如果你没有记录下来，你直接是没有一个 record， 你赚亏你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，一定要去跟着去做。刚刚在哈佛的俱乐部出来。这个东西我想给你们知道的就是，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去到哈佛大学去练书的话，当然你会认识很多比较聪明的人，比较有梦想的人，因为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人在里面，他们要得到更高的程度。很多人他们的想法就是，我做够吃够已经够了，其实不能这样子的，因为我觉得人我们只有一条命，要做到最好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希望你一直跟着我们的频道，我可以给到你更多的知识，希望可以帮到你增加你现在要的成绩，好不好？OK， 这个就是 Times Square， 你可以看
然后我不懂你们注意到那边吗？那个有个华人字的，很多中文字的，那个就是 Nasdaq 的 Tower。以前我有在那边上过一个我的照片在那边。对了，所以这个是真的一个我很骄傲的一个事情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的不是很多人，那时候了，现在比较多了，可以上到这个 Nasdaq 的这个 Tower， 你可以看到吗？这个是 Nasdaq Tower， 还有进过去看里面是怎样的。可以看到这个是 Times Square， 给你们看一下 Times Square 背后，我的背后就是Nasdaq Tower 那个多栋的，这个就是 Nasdaq Tower， 里面很精彩，就是你可以看到里面很多金融的东西在里面，真的是外面看不到的，跟外国看不到的，真的科技很高级。所以上一次我很幸运可以进去看，所以我也是希望如果你们有机会来纽约，一定要进去这个 Nasdaq Tower 去看一下，了解一下这些交易所到底他们怎样去行动的，对吧？他们怎样去做，他们的过程是怎样的，真的是很 interesting 的里面 ，OK。